乌克兰国家安全总局干了个大活，价值5亿美金的俄罗斯潜艇灰飞烟灭。这事儿自然是有人哭有人笑啊，但还有那么一伙人心里想笑，但必须强忍着不敢笑，都快憋出内伤来了。你能猜出来这伙人是谁吗？大家好，我是大卫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个昨天刚刚发生的军事新闻。据路透社报道，乌克兰国家安全总局联合海军干了件大事儿。他们在12月15号用1到2枚的海底宝宝导弹干翻了一个俄罗斯价值5亿美金的潜艇。这个地方是在黑海的东岸，这几乎就是俄罗斯的内海了，叫新罗西斯克。这对俄罗斯来说是重要的军事资产重大损失。黑海舰队司令悬了。接下来我从5个方面跟你详细聊聊这个事儿。第一个，我们来认识一下这艘潜艇它为什么能价值5亿美金。根据数据呢，是长73米，高20米，宽10米，真的是海中的一个大家伙，也是重要的攻击潜艇。虽然不是核动力，但是在常规动力中全球也都能排上名次。北约代号呢叫做基洛级。那这个潜艇对于俄罗斯来讲，它到底是做什么的？它扮演了一个非常不利的角色。我说的是对乌克兰，因为黑海舰队自从22年的旗舰被炸了以后它大量的重要军事资产开始往东，就撤到了新罗西斯克，这离乌克兰还远着呢。但这些潜艇它有一个重要的功能，这艘潜艇它在北约有个代号叫做深海黑洞，那就是一般的雷达或者声呐你很难探测到它，它属于是柴油机的超静音设计。那平时它根本不可能在港口，大多数时间是潜在黑海的海中心，然后呢伺机发射口径巡航导弹，专门袭击乌克兰的全境。它发射完了以后滋溜一溜烟的话，它就钻海里了。以乌克兰现在的技术，你很难防御，你也发现不了它。你明明在卫星上知道它的位置，你在打的时候它早跑了。所以乌克兰想收拾这些潜艇也已经是憋了好几年了。第二呢，我们来说一下这次袭击的武器呢，乌克兰方面是保密的，只有一个名字叫做海底宝宝。以前呢有海上宝宝专门袭击这个俄罗斯的一些水面舰艇，但这次直接用了水底宝宝，深度破坏当量都没告诉你，只能是靠猜了。第三个呢，我们来聊一下这件事儿对于俄罗斯黑海舰队意味着什么。说明你在自己的母港也已经不再安全了，而且你自己的防御设备根本就没有发现这来袭的海底宝宝。当然了，最重要的一点你无密可保。你的潜艇什么时候出去的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，应该是情报进行了交叉验证。这个情报一方面呢是从天上的卫星你发现了这个地方它没有船坞，你停上来只要一上浮，卫星就探测同步给乌克兰了。乌克兰它没有这卫星谁给它的呢？大概率不是美国，有可能是德国、法国，也可能是英国。欧洲希望在谈判桌上，泽连斯基手里有牌，战斗力本身就是牌。除了卫星的图片之外，你还得有地面的情报人员要确认。而且你看到这个视频，它是扫的，刷扫过来，就像那个纪录片一样，说明什么呀？情报人员知道要来了，就是要开始给你录下来，让全世界开开眼。所以俄罗斯的情报防御系统遇到了巨大的漏洞。那我们来聊一下
为什么22年俄乌战争到现在，这个黑海舰队打残了，一半的战斗力都没有了？那普大帝怎么不想着从其他几个舰队调点潜艇，调点那个战舰过来呢？这里边有2个原因。俄罗斯重要的防御是它的北海舰队，北方舰队主要负责的是大西洋和北冰洋，那是对付美国的战略核潜艇，2次打击力量主要是在北方舰队。第二个呢，太平洋舰队离这儿太远，而且在那个海参崴那边，那是对着中国呀，还有一些日本呐、韩国的，也抽不过来。旁边的波罗的海舰队更过不来。更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土耳其卡着黑海的进出咽喉，你所有的船进黑海、出黑海，没有别的地儿，只有土耳其。土耳其有个协议，和平时期你的军事设施可以进来，但是只能待21天。如果你违反的话，要接受国际法的制裁。第二呢，如果在战时所有的军事设施你不能进来，所以说俄罗斯也不敢得罪土耳其，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。好，那我们说第4个谁笑谁哭？很明显嘛，哭的是大地。5亿美金的军事资产那就相当于2架预警机的钱。按说造价只有4亿美金，但最重要的是现在给你4亿你也造不出来。第一是时间不够，第二呢，在禁运和这个经济制裁期间，大量的零部件你西方不给你了。所以说大地是心里非常苦的。本来他在谈判桌上提出来是乌东4州全部划归俄罗斯，然后呢，把一些他没有占领的区域也要过来，这不强盗逻辑吗？但现在他也没有后悔药。如果说在打这仗之前，他能想到能打3年，早把舰艇调过来了。但是世界上他就没有后悔药。如果世界上真有后悔药的话，那最想吃的那应该是乌克兰。如果当年不信这个布达佩斯备忘录，不契合，或者说契一半我留一部分，当初的签约国美国现在反而站在了俄罗斯一边，尽管有英国的支援，但是力量明显还是小多了。这个就像有一天警察说，你把你家的枪交出来，我保你的平安。当有一天你强大的邻居欺负你的时候，他过来了，算了吧，人家都打了这么半天了，你俩再吵吵，都吵着全村人不能睡觉了，你就从了吧。你看谁能想到美国有一天会走到这儿呢？这布达佩斯备忘录的契约精神哪儿去了？没办法有时候总统一换呢，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这次乌克兰的奇袭成功，最高兴的仍然是泽连斯基，再就是欧洲的英法德盟国。因为乌克兰真正是在为欧洲的安全而浴血奋战。只要你能打胜仗，说明我们支援你的钱没有白花，抵御俄罗斯也是有希望的。最后我想聊一下，其实还有那么100多人心里想笑，但必须强忍住，都快憋出内伤来了。那就是这艘潜艇上的官兵。在维修保养期间这些人早到岸上待着去了。他们为什么高兴呢？有2大原因。第一个，俄罗斯的潜艇向来是质量一般，也经常出事故，无论是他自己国家的还是卖给其他国家的。你像卖给埃及一些阿尔及利亚都有这种潜艇，其中有一艘卖给印度的就出事了。由于渗漏造成了燃烧式的爆炸，整体的潜艇就沉了。所以说这些官兵他在干这些脏活，潜到黑海的中央部分去发射导弹的时候，也是提心吊胆。第二个你可能想不到的原因，黑海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危险之地。因为在希腊的传说里把它称为冥界的入口。
黑海的深度是2000米，其中只有上边的150米到200米适合鱼类生存，人类可以在这里边航行。但是你再往下走，也就是海水的90%里边还有一种剧毒的气体，叫做硫化氢。这个硫化氢吸入以后5分钟，这人就得没，全身就麻痹了。那你说这海水怎么有这玩意儿啊？有时间呢，我们可以单纯开期给你聊。总之，这些潜艇的官兵每次下海的时候心里他都打哆嗦，因为什么呢？如果万一出现了质量问题，比方说海水的渗漏沉到海底的话，那他们进入海底就会成为木乃伊。因为这个硫化氢它是一个高腐蚀的气体，它溶于水，你在水里边能够实现保鲜。比方说2000多年前的沉船到现在跟新的差异不大，实际上这相当于防腐了。但是你一旦捞出来，见了氧气，马上速朽。而这个物质能腐蚀钢铁，也能腐蚀铜。至于橡胶木材那就更不在话下了。所以说，这些官兵当发现自己的潜艇被炸了，那他心里咋想啊？再也不用下海了，转岗那我都高兴啊！好，关于这次奇袭成功，你有什么观点？欢迎在留言区留言。另外，昨天我们节目讲到，美军最近订购了2套微波反无人机系统，一到微波上去，数十架无人机呢是纷纷坠地，这一道微波只需要几美分。如果您感兴趣，请欢迎关注大卫军情局，觉得节目还值得一听，欢迎点赞分享，咱们明天见。